红魔5S。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红魔下半年的一个升级版本啊，这个5S。上半年呢，这个5呢，我们已经是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体验。这次的这个5S呢，升级方面啊，核心的参数，比如说骁龙865，它还是用了这个处理器，但是它用到了一个在机圈非常少被用到或者说被提到的一个贵金属银，不关这天，小白测评马上开始，咱们看看它都改变了什么。这次它一起发布了一个叫刀的冰封散热魔盒，而且这个魔盒啊，有些鬼才设计，一会儿咱们再跟大家说啊。这个主机方面呢，这个包装盒其实非常有意思，它外边呢是感觉像那种漫画那种风格，是吧？这个红魔的这个人物的主题，我感觉是不是后面要出什么衍生漫画之类的，非常酷炫的一个包装。OK， 先拿到旁边。机器呢，我们已经是体验了有2天的这个时间。然后配件方面呢，其实这一次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这个还是55瓦的充电器，然后数据线，然后传统的4件套，还有一个保护壳。咱们主要来看这个机器就可以了。这次我们拿到这个颜色呢，叫冰封银翼，也是这次的一个主打色啊。它还有一个另外颜色是赛博霓虹。这个机器呢，整个的 ID 方面其实是跟上一次的这个红魔5呢，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也是这种比较照顾日常使用场景的这种一体化比较强的这种风格。其实之前那个 LG 也是在今年有很大的这个改变，因为确实啊，很多这个游戏手机它外边做的太过于张扬，太过于机甲范儿了，之后很多人并不太喜欢，就是日常拿着感觉有点中二啊。现在很多游戏手机都是要照顾一些日常的使用场景，它做的比较整体。然后这个银色的一体感非常强，银色在今年机圈确实是非常流行啊。它后背呢有这次一个 ID 的设计亮点，这样看的话呢，其实又增加了这个整个后背的精致感，看起来更加漂亮一些。但其实它还是有功能性的就是散热。这个银呢是一个非常惰性的一个金属，而且它导热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它连到里边，然后进行一些散热的这个辅助。这次呢，这台机器最大的亮点啊，我觉得应该就是在散热方面做了非常强的一套。这个后面咱们会说到。先来说这个关键的一些参数方面啊，后背还是3摄，然后同样是 AG 磨砂玻璃的一个工艺，但是赛博霓虹的那个好像不是，这个你要注意一下。正面的这个 ID 呢，跟上一次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改变。我现在还没有拿到具体的这个参数，但是我肉眼观感上呢，感觉是要比上一次这个红魔5的要好了一些。但是截止到目前下半年，我体验到的这3台游戏手机，包括那2个86 Plus， 它们的屏幕应该都是一样的，144赫兹的这个高刷屏，只是触控采用率上有些许不同。不过，如果你不是极限玩家，应该感受不到特别明显的这个差别。100%的这个 P3 色域 HDR10+，然后 DC 调光啊，这个都是有的。重量方面呢，其实相对于之前我体验那2台游戏手机，它其实还算是友好了很多啊。这个重215克啊，今年呢有很多机器主流的是在210克左右，这个在游戏手机里算是比较轻的了啊。而且厚度方面呢也没够1厘米，9.65毫米，对于游戏手机这个3维控制也不错。而且呢，这个红魔5呢，就是跟上一代是延续的 ID 设计，它2侧呢是有弧面的，然后这样你在握持的时候，还有就是视觉上呢都有减薄的这个作用。顶部这个保留了3.5的耳机孔，同样也有 WiFi 6加持。相对其他游戏手机来说，它比较轻薄嘛，所以说电池要稍微小一些，是450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不过充电还是挺快的啊。这个55瓦，我们实测呢是在40分钟左右就可以把这台机器给充满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还有就是肩键了，这2个肩键呢，其实它的配置还算是非常高的，应该是业界现在最顶的这个肩键的配置啊，32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就是响应时间要更短。而且呢，这种肩键说实话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肩键，像红魔5S这种有这种触感识别的，两边稍微高出一点，然后中间稍微挖一点，这个触感上呢更容易识别啊，这一点我觉得更好一些。这次在产品预热的时候呢，这个红魔的官方就表示啊，虽然我用的是那个865，但是我也是 Plus 这个级别的，就是因为它有一个 GPU 的 Boost 加速的技术。我先给大家放一下这个跑分的情况。
865 Plus 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官方的超频版本，还是 LPDDR5 UFS 3.1，反正就是游戏手机嘛，这个参数上呢都是非常顶的，大家都给你堆到家了。然后就是散热了啊，这个是非常值得说的啊，因为这个红魔这个机器它主打的就是超强的游戏散热，因为游戏手机它普遍调教都比较激进，这次的官方的名称呢叫 IS4.0 多维散热系统啊，其实就是导热凝胶，还有就是石墨散热，然后金属中框加上大面积的这个散热铜箔，反正就是机圈有的我先都给你加上，当然还有这个液冷管，这些全部都有。最主要的2点呢，第一个就是红魔主打的这个风冷散热，真的是给你加入了一个风扇在里边，而且它也是这个双开孔的啊。大家比较在意的就是它这个噪音的情况，我现在把它开一下，然后大家可以听一下。第二个就是在5S 上这次新增的这个，刚才你们也提到了 AG 的超导金属，也就是银啊，这个加入它的这个散热效果呢是最好的，而且它同样给你放到了中间的位置，这样你在是吧，在玩手机的时候，它不会触碰到啊，不会感觉到最热的这个点。这个就是你在横屏玩游戏的时候，正好碰不到这儿啊，这个不会感受到它最热的这个点，而且它还是一个增加精致感的 ID 设计上的加分项。摄像头方面呢，这个红魔的这个摄像头设计啊，作为游戏手机来说，应该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一种，就是比较简洁，然后呢也加入了一点这种棱角感啊，这种游戏元素在里边，这个还是比较精致的。然后是 IMX686的这个主摄，来自索尼的啊，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镜头。然后800万的广角加上一个200万的一个微距，这个3摄的系统。然后前置呢，这个不是特别高啊，这个800万的一个镜头，但是吧，打游戏的前置用的也比较少，后置用的都比较少啊。OK， 咱们废话不多说，先来看一下样张的情况。还是老规矩，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红魔5S” 这几个关键字，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和实测数据，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OK， 在游戏的优化方面呢，这个其实现在各家做的都非常极致了啊。这个红魔这边呢，它是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按键，红色的，然后一拨 ，OK， 它就进入了这个游戏的空间。在这个里边就是比较专业游戏化的，你可以调各种各样的参数，尤其是这个散热风扇的这个速度，因为在玩的过程之中呢，它会自动调节，当然你也可以进行手动调节。在功能上的改变并不是特别多。上一代呢，我们给大家做过非常详细的体验，你可以去翻看一下我们红魔5的那期视频。这一次呢，我觉得它在改变上啊，主要就是第一个 GPU 的这个超频，然后第二个就是在散热层面进一步的这个扩大自己的这个领先嘛，确实在散热上呢引入了这个银啊这个金属，然后再加上这个风扇。之前因为它表现都非常不错，在游戏手机这个领域，红魔这个品牌吧，或者说它主打的这个调性或者标签呢，就是散热啊，就是我把散热做得很好。因为众所周知，游戏手机这性能大家都可以调得很顶，都是非常激进但是散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散热对于一台高性能手机来说，它关联的真的非常多，比如说游戏的帧率，然后还有就是握持的体验。还有就是续航方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它敢用4500毫安时的一个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高的一个电池，而保持一个比较轻薄的这个机身啊，这个都是散热做的比较好啊，所以它才能这样。OK， 机器说完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这个就是一个散热风扇。这个散热风扇啊，这个一开始呢，我们刚拿到手的时候看外观啊，这个刀啊是吧，撇刀穿这个中间那个刀，感觉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传统的像那个红魔和小米他们那种，就是散热背夹，然后直接加上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个还是有一些鬼才设计的，就比如说配件里边它有一根单独的 Type C 的数据线，这个特别像大疆无人机上面的那种数据线啊，然后把它插上，它就可以给手机充电了，因为下边呢你会再插一个 Type C 的这个数据线给这个风扇充电啊，它可以以18瓦的速度给手机进行充电。因为在用这个散热背夹的时候，之前呢基本上就是这儿插一个，然后你手机是没法进行充电的，然后再插一个的话，这个会比较挡手。现在的话就是下边插一个，然后连上这根线就可以同时充电了。然后还有就是3.5的耳机孔，它也给你加了一个，比如说你拿风扇玩，还可以再连一个耳机，这个就是双风扇加持啊，这个是
挺强的一个配置了吧，就是再给你加一个大的这个风扇在上面，而且这个银色的机甲感这种风格也比较强。OK， 这个就是它这次比较关键的一个配件。更多任何精彩，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即可。后期呢，鸿蒙 5S 的所有实测数据，我们都会更新到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小程序里面，大家扫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了。不会玩真点，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